深蓝色的夜幕下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街头，一盏盏破旧的霓虹灯下，越来越多的餐馆门口悄然出现了一块特殊的小黑板，告诉老板：来碗江湖面，1号套餐免费送。董事长请客这些看似普通的暗语，背后却折射出当下中国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。据权威媒体调查显示，仅在2025年1月至2月，北上广深4大一线城市就新增了超过200家提供免费餐的爱心餐馆。这个数字比2024年同期暴增了整整278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根据某社会援助机构的不完全统计，全国范围内提供类似服务的餐馆数量已突破3000家，几乎是2019年的10倍。以前一天最多也就3-5个人来吃免费餐，现在每天少说也有20-30个。在成都高升桥东街的一家面馆里，48岁的店主黄明叹了口气说道：在短短半小时内，就有4名中年人低着头默默走进店里，用极小的声音说出那句暗语。更让人心碎的是，这些暗语背后的故事。有个40多岁的大哥，之前是某上市公司的中层，月薪3万多。现在黄明停顿了一下，眼圈有些发红。现在天天骑着电动车送外卖，还经常接不到单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在门口站了足足半小时，进来10手都是抖的。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就业景气报告，35岁以上人群的就业难度指数达到了惊人的167，创下10年新高。这意味着一个中年求职者平均需要投递167份简历，才可能收到一个面试邀请。而在2019年，这个数字仅为42。甚至连提供免费餐的店主们自己也在苦苦挣扎，每天光房租就要800多，电费水费加起来又是好几百。在北京西直门的一家川菜馆，老板张师傅一边忙活一边说，去年贷了20万救急，到现在还剩15万没还上。但看到那些跟我差不多大的人端着碗一言不发地吃完就走，我这心里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组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的调查数据，在这些提供免费餐的店主中，有 38% 本身入不敷出，21% 已经负债，还有 15% 的店主表示，自己的积蓄最多还能维持3个月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救济所本身也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。数据显示，仅在2024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的餐饮倒闭率就高达 26.7%， 其中小型餐馆的倒闭率更是高达 35.8%。 说白了，我们这些开免费餐的，就是在负债救济更负债的人。北京的张师傅如是说。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免费餐的需求还在持续暴增。根据某社交媒体平台的大数据分析，过去3个月内，免费餐、救济餐等相关搜索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惊人的 487%。 与此同时，35岁失业、中年找工作等相关话题的讨论量也创下历史新高，阅读量突破50亿次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在自己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还要提供免费餐时，成都的黄明沉默了许久，最后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，因为我知道搞不好哪天我自己也会需要这样一碗面。这或许就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写照，一个破产的老板给一群失业的人免费提供一口温暖。而这样的场景正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，没有尽头。当一个社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，人们往往会把最后一丝期望寄托在那1/1000的机会上。2024年，中国彩票销售额突破6200亿元大关，创下40年历史新高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数亿人对一夜暴富的疯狂执念，更是一个社会走向绝望的最后挣扎。来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2024年，中国彩票销售总额达到惊人的6234.86亿元，同比增长 7.6%。
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花费442.8元买彩票。如果只按3亿彩民计算，人均消费更是高达惊人的2078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个月省下一顿外卖钱的工薪族，一年竟砸进去近2100元买彩票。以前顶多刮刮乐图个乐子，现在倾家荡产的都有。某福彩店老板无奈地说，上周就有个失业的中年人，一下子买了5万块的彩票，说是要梭哈翻身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样的极端案例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彩票收入的结构变化更是令人深思。体育彩票的销售额高达4155.30亿元，占比66%，远超福利彩票的2079.56亿元。现在买彩票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，尤其是体育彩票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很多年轻人觉得买体彩既能博个富贵，又能为国争光。但让人窒息的是，这场全民买彩的狂欢背后，却是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。某社交平台上，一位 ID 为废都草民的网友爆料，自己的邻居，一个刚失业的中年工程师，卖掉二手车买彩票，结果血本无归后跳楼了。他留下的遗书上写着实在没有希望了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经济学家分析指出，当一个社会的彩票销售呈现爆发式增长时，往往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处于信心崩塌的边缘。前景理论专家李教授指出，当人们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时，就会铤而走险，把希望寄托在那1/1000的概率上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中国的个人破产申请数量同比增长156%，其中因赌博、买彩票等导致破产的案例占比高达23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比例还在持续攀升。现在的彩民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某彩票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，以前是图个乐子，现在是真的在赌命。据统计，2024年购买彩票的人群中，失业者、濒临破产者的比例已经超过35%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而这种疯狂并未停止。据悉，仅在今年春节期间，全国彩票销售额就突破300亿元，每个人都在等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一位刚买完彩票的中年人说道：“反正都这样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”有专家预测，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2024年全年彩票销售额可能突破7000亿元大关。而这个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绝望，是多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。看着那一张张刮开的彩票，闪烁的霓虹灯下，是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写照。当所有正常的上升通道都被堵死时，人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一张薄薄的彩票上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中国的中年人正在经历着史上最严酷的就业寒冬。让人心碎的是，那些曾经年薪100万的金领、身居要职的高管，如今却不得不骑着电动车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，只为糊口度日。这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场景正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。来看看这组令人窒息的数据。据猎聘网最新调查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年龄在35至45岁之间的求职者中，有67%的人在失业后薪资预期降低超过50%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28%的人不得不转行做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等零工经济从业者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4个失业的中年人中，就有1个人被迫放弃自己的专业和尊严。我老公是一级建造师，以前在单位当副总，月薪4万。来自郑州的李女士哽咽着说，现在连送外卖的机会都在抢。这个曾经的中产家庭，如今每天都在为房贷发愁。一套140平米的房子，每月要还8000元的房贷。以前觉得这是美好生活的开始，现在却成了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这样的悲剧正在不断上演。
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中年就业报告显示，38岁以上求职者的简历通过率仅为 4.3%， 平均投递72份简历才能获得一次面试机会。35至45岁年龄段的求职者，平均求职周期达到 8.7 个月。高学历人群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中年求职者，求职成功率不足 15%。你知道最绝望的是什么吗？一位刚从某互联网大厂被裁员的40岁工程师说，是你拿着10几年的工作经验，却被 HR 说太老了，不适合我们的氛围。根据调查，超过 85% 的企业在招聘时会设置35岁的隐形门槛，一些行业甚至提前到了30岁。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指出，当下中国的就业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改变。企业为了降低成本，宁愿用3个应届生，也不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人。这种扭曲的就业生态正在摧毁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4季度，中国35岁以上失业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 89%， 中年群体的平均求职周期延长至264天，被迫转行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达到 52%。 因还不起房贷而被迫卖房的中年家庭同比增长 126%。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预期，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。一位刚面试完的45岁求职者说，他曾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管，年薪30万，如今却不得不投简历应聘15万年薪的基层岗位，面试官看我的眼神就像再看一个怪物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。某智库预测，2025年中国的中年失业率可能进一步攀升，甚至突破 10% 的警戒线。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中年人被迫向下流动，更多的家庭将陷入困境。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送完1单外卖的张先生说，他的电动车后座上还放着那件崭新的衬衫，是妻子特意给他买的，准备参加面试用的。妻子说，如果面试不过，可以把衣服退了。但我知道，他其实是在给我留一份尊严。这或许就是当下中国中年人的真实写照，曾经的高薪白领，如今却在为1单外卖奔波。曾经光鲜的生活，在这个严冬里被现实一点点撕碎。而这场中年人的至暗时刻还远未结束。